呢，我们来聊一聊手上这台13年前的相机徕卡 M240，它也被人们称之为大 M， 因为呢，它相比其他的徕卡相机来说，不仅它的外形更大，功能更强，同时呢，它在徕卡 M 系列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那这是一台发布于2012年的相机，虽然它又厚又重，操作系统也很慢，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它，因为它的直出色彩非常的棒，非常的浓郁。那它是一台纯手动的经典的数码旁轴相机。那这台相机呢，虽然已经是13年前的相机了，但依然呢还是很多徕卡用户的最爱，而且呢很多人依然还在使用它，并且呢我觉得这台相机非常具有收藏的价值。大家敢相信吗？这是一台102年前的相机，发布于1923年。但是在拍卖会上却以1500万美元的高价格售出。就包括我自己，一开始呢，我入手的是徕卡 Q2，然后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我就特别想尝试一下徕卡的 M 系统，然后我对比了很多的型号之后呢，我就决定购买一台徕卡 M240。那这台相机呢，其实我也是在一个二手的平台上买的，因为现在全新的相机可能也都很少见了。然后呢，当时这个机身我是花了3140元，然后我又给它配了一个镜头，这个是50毫米 f2 的一个镜头，当然镜头呢是花了3200多美元。那之后呢，我也与这个 Q2 进行了色彩的对比，发现它的色彩真的是非常的浓郁。那 Q2 的色彩呢，就相对来说比较淡，很有日系的那种感觉，但是 M240 呢就非常的浓郁，这也是大家所谓的德味儿吧。那我觉得这台相机算是徕卡 M 系列数码旁轴相机的一次重大升级，因为它是徕卡第一台配备了实时取景功能的旁轴数码相机，并且呢，它还支持外接 EVF 的取景器。在当时来说呢，算是一个大突破了。那虽然现在呢有很多新的型号，像徕卡的 M10、M11，那当然了，放在今天来说呢，它已经不是最新的型号，但是它的经典设计和实用性能放到今天来说呢，依然非常有竞争力。那这台相机搭载的是一块2400万像素的全画幅 CMOS 传感器。所以说呢，它的画质呢，放在今天来说，依然还是很厉害的存在。特别是徕卡独有的色调，我觉得它的直出照片就是有一种天然的胶片感，非常适合就是这种人像啊、街拍啊，都非常的棒。那相比普通的一些数码相机来说呢，我觉得它色彩非常的浓郁，很有层次感，所以我几乎就不会去后期调色，然后就直接用来直出就可以了，发布朋友圈啊，或者是社交媒体。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懒人的福音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机顶呢，就只有快门速度拨盘和 ISO 的拨盘。那机背的按钮呢，布局也很少，就只有这几颗按钮，所以呢，它整体设计呢也非常具有徕卡的那种调性。像跟这个徕卡的 Q2 来比的话呢，我觉得它们也是非常的相近这种感觉。那 M240 呢，就是在设计上，我觉得它也比前几代 M 系列呢有很多人性化的改进。那首先呢，我们看到机身上面增加了一个对焦的辅助按钮，它就可以大大的提升对焦的便利性和操作性。而且呢，它的屏幕尺寸呢是配备了一块3英寸的 TFT 的 LCD 的屏幕。那相比它的前一代徕卡的 M9 呢，是2.5英寸的屏幕更大，所以呢更加方便实时取景和照片回放。那它的屏幕的分辨率呢是960万的像素，所以呢我们就是在显示照片的时候可以看到更加的细腻、更加清晰，而且它的色彩还原度呢也是非常接近你实际拍摄的那种效果的。那另外呢，这台相机在我使用下来的感觉就是它的操作系统反应非常的慢。那因为它配备的是1GB 的缓存，所以呢就在你拍照回放照片的时候呢，相对来说会慢一些。那另外呢，它的握持手感也比较差。那我其实是额外配备了一个这样的拇指柄，然后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大拇指按在这里，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增加了它的握持感。那另外呢，这台相机呢，它真的是非常的重啊，因为它是总体重量呢是680克，比一般的徕卡相机来说呢更厚更重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这个徕卡的Q2，更加的厚重。但是拿在手里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扎实，因为整体呢，它的机身是黄铜和镁合金的材质来制作的，并且呢，这个机身是用皮革包裹的，所以我觉得这台相机看起来就非常的经典，而且很复古。那这台相机呢，跟其他的徕卡相机有不同的地方呢，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要如果更换电池啊或者储存卡的时候呢，需要把这个底盖给拆卸下来的。那当然了，这个底盖呢，它也是黄铜的材质，并且呢，它具有防滴溅和防尘的功能。那尤其呢，就是用久了之后呢，整个这个机身呢，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黄铜的颜色慢慢的显露出来，就非常的有复古的那种年代感。
那我觉得这台相机呢，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色彩表现上面，特别是那种直出的人像啊和风光的照片，我觉得它的色彩饱和度更高，但是呢又显得非常的自然，就有点像那种胶片时代的感觉，就细腻而且非常的耐看。那它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在你拍摄出来照片，你会发现就是它的暗部呢会出现那种死黑的状态。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，它使得 M240呢，它具有了它自己的特色，因为它又是一台全画幅的传感器，配上2400万的像素呢，所以你拍摄出来的画质就非常的清晰，那细节呢也非常的丰富。尤其呢，我们要是如果搭配一个非常高品质的这个镜头来说呢，它效果呢会更加的出色。因为呢，徕卡呢它有很多非常棒的一些镜头，那当然了，你如果通过转接头呢，也可以配上一些老的镜头，也是非常的棒。那我觉得徕卡的色彩呢，一直被大家称之为德味儿，而这台相机呢，我觉得可以说是把这种味道展现的淋漓尽致，因为它的色彩风格呢非常的浓郁，就不像是那种数码味儿的那种鲜艳的感觉，而是一种就是很有层次感的，就是丰富的色彩，特别像那种经典的胶片的感觉。就比如说我们拍摄人像的时候啊，皮肤的色彩非常的自然，略带一点暖调那种感觉。我们还可以在菜单里进行锐度调节，它里面从低到高有4个不同的标准。然后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饱和度调整，如果你调到最高的时候呢，它的色彩饱和就非常的高，但如果调到最低的话呢，它的颜色就会比较清淡一些。最重要的就是它有一个胶片的模式，有3种颜色可以选择，一个是鲜艳柔和，还有黑白。那在感光度方面来说呢，它的 ISO 范围是从200到6400的这样的范围。但如果你在日常拍摄中呢，大多数推荐使用200到1600，这样的话呢，它的画质表现会更佳一些，然后它的噪点会相对来说更少。那这台相机虽然它是纯手动对焦的相机，但是它却有视频的拍摄功能，它还支持1080p 24帧和25帧的分辨率。那这个还有一个拍摄的一个按钮，就是在快门旁边有个 M 按钮，你一按，它就可以进入视频拍摄模式，再一按呢，它就停止了。所以在操作上非常的简单。我觉得它视频功能虽然比不上现在的那些 Vlog 相机啊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日常如果你拍摄一些小短片啊，记录下来，我觉得很棒，就是它拍摄出来的那种视频的画质，看起来就很有氛围感的那种。那这台相机呢是完全没有自动对焦功能的，它全程都需要靠手动来操作。这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麻烦，但其实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啊！这也是徕卡的旁轴相机的一个特点。那它是通过光学取景器里的重影对齐来完成对焦的，这也叫做黄斑对焦。那听起来可能有人是觉得有点复杂，但是一旦你熟练之后呢，它对焦速度和精准度呢都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很适合那种就是拍摄静态啊和街拍的这种场景。那不过呢，如果你要是不太习惯这种对焦方式呢，你还可以通过它的实时取景，可以通过倍屏放大的画面的那种对焦方式，甚至还可以就是外接这样的一个取景器，然后这样的话呢，你就是在对焦时候呢就会更加的方便。那在光线比较暗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在你拍摄的时候，这种黄斑对焦它的重影就不会那么明显，然后呢就拍摄的时候就会比较吃力一些。那这台相机呢，我觉得它整体的操作感也非常的棒，比如说它的快门触感呢非常的轻快，声音呢也非常的安静，大家可以听一下。它的声音就像是从机身内部发出来的感觉。它的快门呢，一共是2段，一段呢是曝光锁定，另一段呢是释放快门。那因为它是2012年发布的相机嘛，所以这台相机呢在当时是没有配备 WiFi 功能的，所以呢我们如果在传照片的时候呢，是只能通过 SD 卡的读卡器的方式去导照片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插卡的部位呢，就是都是在底部，然后包括它的电池。然后呢，这个电池呢是非常的大啊，可以看一下。
但是它是1800毫安的电池，我觉得它整个续航还可以的，是大概可以拍摄500张照片左右。那当然了，你如果在拍摄的时候想省电啊，就是可以把它的这个背屏关掉，然后呢，这样的话呢，就会可以拍摄多一点。那其实呢，徕卡公司当时是在 M240 的基础上呢，还升级了另一款相机徕卡 MP Type 240。那它的机身呢是取消了红色的 logo， 还有呢就是没有这个 M 的字样，取而代之的呢是顶部它用了手写体的徕卡字样。那另外呢 ，M240P 呢，它是采用了蓝宝石的玻璃，更加的耐磨防刮，以及它在防尘和防滴溅方面也做了更好的优化，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它的缓存速度更加的快了，从1GB 呢升级到了2GB。但当时我为什么没有选那台相机呢？我就觉得，因为我更喜欢这个红色的可乐标。那总的来说呢，我觉得徕卡 M240呢是一台兼具了复古情怀和现代化性能的相机。它不仅具有高颜值的设计和极佳的手感，而且还拥有出色的画质和多样化的操作体验，非常适合这些热爱摄影、追求极致画面体验的人。那如果你对摄影有一定的追求，我觉得 M240绝对是一台值得拥有的经典相机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对这台相机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为我留言哦。那当然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一键3连啊！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。